300件。羽绒服今晚做不完，卷铺盖滚蛋。300件，我一个人怎么做得完啊？什么情况？顾全，说好的2日期限到了，你媳妇儿给你治腿欠我的2两银子，今天要是再拿不出来，就别怪老子抬走你家知己抵债了。这是哪儿？好冷，我分明是赶工累晕了过去，一睁眼怎么就到了这破地方？娘子，你可算醒了。你高烧了整整2日，水米未进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漏风的土屋，身上的粗布烂衫，我这是穿越到古代了。别装死，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再不开门我可就要拆房子了啊！来了！哎呦，自打这扫把星进了门，顾觉就断了腿，断了营生，家底儿都让他掏空了。他倒好，还有脸躺在屋里，可不是嘛？进门还不到半年，好好一个猎户，被他克得下不了地，就是个克夫的丧门星。少废话，银子呢？拿不出来就抬机器。女儿，这台机器是我家唯一的活路，不能搬。你再宽限我几日？哼，宽限？我都宽限你2回了，就你这块揭不开锅的破家，还拿得出什么来？抬走！都给我住手！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这病秧子扫把星，今天竟也敢开口了？这台织机又旧又破，你抬去当铺，撑死当个百10文，还得白搭一身力气。当多少是我的事儿，这叫抵债。牛儿，你是出来讨债求财的，不是来收破烂的。给我3日，3日后连本带利还你4两。4两？少跟我吹牛！就你这破家，拿什么还？你今天砸了机器，拆了屋，照样1文钱拿不到。要么现在就动手，大家鱼死网破；要么给我3日，3日后我双倍奉还，连本带利4两银子，1文不少。你自己掂量。行，看你今天倒有几分骨气，老子就信你这一回。3日为期，到时候要是拿不出这4两银子，老子再上门，可就没这么客气了。走！3日翻出4两，就他那扫把星的命，那能上40文都算他有本事。等着瞧吧，不出3日，这院子准得让牛儿拆了。娘子，这4两银子咱们上哪儿凑去？都怪我没用，拖累了你。你别愁，这个家往后有我撑着。我既说了3日，就有3日的法子。你只管安心养腿，咱们的好日子才刚要开头。你2日没吃东西了，先垫一点吧。这个家穷得叮当响，可这个人待我是真心。这一世，我苏锦定要让咱们过上好日子。这是鹅绒鸭绒啊！这年头的人一入冬，就裹着几十斤的破棉袄、烂绒花，还冻得直打哆嗦。可这些被当成垃圾烧掉的脏毛，只要脱了油，去了腥，就是天底下最轻最暖的羽绒。在这从没人见过羽绒衣的世道，我若把它做成又轻又暖的冬衣，别说这一个镇子，这天下都得抢疯了。翻身的本钱就在这堆破毛里头。祖宗呀，都什么时辰了？官府午时就要来查卫生，这后院一堆堆烂毛，臭气熏天，查出来这酒楼非得叫人贴封条不可。掌柜的，运毛的板车坏在半道了，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人来拉呀。胡掌柜，这堆废毛我能替你清走，保管午时之前1根毛都不剩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能找来车？车我找不来，
可我能找来几个肯下力气的脚工，还有大板车。50钱这后院干干净净，包你过得了茶。那感情好，快进来拉货。胡掌柜，这又腥又臭的死毛，我那几个兄弟可不能白受这份罪，总得给点辛苦钱吧？行，只要你给我清干净，我给你200文。200文，胡掌柜，这么大一堆，又脏又赶时辰，300文，少1文，这毛你自个儿留着过年。你这是趁火打劫呀！那成，我不打扰胡掌柜了，您就在这儿等着官府来贴封条吧。哎，别，300文就300文，拿钱干活，快着点。胡掌柜爽快，不过我还有个附带的条件。你拿了钱还想怎样？往后你这酒楼宰鹅杀鸭剩下的废毛，我全包了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儿？哈哈，这臭烘烘的玩意儿谁稀罕？你尽管拉走，我还得谢你替我清垃圾呢。哎呦，我的天，什么味儿啊？是苏姐，她推着一车鸭子毛回来了，欠债欠的脑子都不清楚了。苏锦啊，你说出去赚钱，我当你真寻着活计了，怎么拉一车脏东西回来？顾觉，把手伸出来。娘子，这是我刚挣的清理费，别嫌它脏。这不是脏东西，是咱们家的摇钱树。苏锦，你这院里熏的什么臭水？王理正，不是故意的，我们这就收拾。我不管你们捣鼓什么，午后申时之前，把这堆烂毛给我清干净，不然你们2口子就卷铺盖滚出村去。王理正放心，2个时辰之内，这院里不会留半点臭味。哼，就你会吹，到时候我准时带人来瞧。再这么臭，你们俩一块儿给我滚！娘子，这可怎么好？这毛上全是油和血，拿水根本洗不掉啊！冷水自然洗不掉。你去把大锅架起来，生上火，我去趟杂货铺。哟，苏家娘子，大冷天的到我这儿买点啥？老李，给我拿5包皂角，1大坛草木灰，再来2块石白灰，还有2口大铁桶。买这么多皂角石灰做什么？这石灰碱水烧手啊！挣大钱用，多谢了。娘子，这锅里直冒黑水，这味儿也太呛人了。这是油脂叫碱水分解出来了，草木灰碱水高温化油脂血污，皂角再去一遍腥味，你等着瞧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娘子，这还是方才那些臭毛吗？你闻闻，还有味儿吗？比新棉花还白，比芦花还软，一点腥味都没了。这也太神了！咦，这院里怎么一点臭味都没了，竟还有股子清香气？王理正，这查验过得了吧？算你手脚利落，往后注意着点卫生。李婶儿，照着我画的线，把羽绒往这一格格里填，填满了，先横着缝一道，再竖着缝一道。苏姐，为啥要缝成一个个小方块？这多费功夫啊！这叫格子锁绒缝，把衣裳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小格子，羽绒就不会都坠到下摆，堆成一团。这手艺叫锁绒。苏姐，你这脑子怎么忽然这么灵光？这缝法我做了半辈子针线，闻所未闻。往后让你开眼的还多着呢。咱们加把劲儿，明儿一早就拿去卖。娘子，衣裳是做出来了，可这捏在手里轻飘飘的，1斤都不到，就这么薄薄一层，大冬天穿出去，不得冻坏人？棉花重，不等于它就暖和。羽绒轻，是因为它锁住了最暖的那层气。
这一件的暖和劲儿，胜过几十斤的破棉袄。娘子，外头滴水成冰，你穿这么单薄出去，会冻出病的。放心，冻不着。属于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头呢。走过路上来瞧一瞧，轻软又扭暖和的羽绒衣。小娘子啊，大冷天的，你卖这油布缝的单褂子，你这是想钱想疯了吧？这位大哥，这叫羽绒衣，瞧着薄，穿上比你那几十斤的棉袄还暖和。我就说嘛，大伙儿听听这小娘子说大话，就这一层薄皮，能比棉花暖？衣裳好不好，光靠嘴说没用，穿在身上才知道。让让，冰窖里头催得紧。老人家，您先歇口气。您穿着几十斤的湿棉袄，凿冰扛冰，一出汗，后背全结成冰碴子。您这老寒腿，扛得住吗？扛不住，又能咋办？不穿厚点儿，进冰窖待不了一炷香，人就冻僵了。为了混口饭吃，硬挨呗。老人家，您今儿运气好，我这件衣裳免费让您试穿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小娘子，你别害我，冰窖里头冷得邪乎，我穿这薄衫进去，今儿就得交代在里头。老人家，咱们打个赌，您脱下那身湿棉袄，换上我这件进冰窖，要是冻着了，这100文钱您当场拿走。老张，穿一下又不少块肉，人家白送你100文，你进去转一圈就出来，冻不坏。行，小娘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各位街坊，给我做个见证啊！大伙都看着呢，您穿上试试。怪了，这衣裳套在身上，怎么跟没穿一样轻巧？不光轻，您再抡抡胳膊，看看干起活来碍事不碍事。还真不勒得慌。从前穿那大棉袄，胳膊连弯都弯不利索。这会子肩膀头松快多了。老人家，干活去吧，我在外上等您的信儿。成嘞，一炷香功夫，我出来拿你那100文。这都办啥了？老张该不会真冻在里头了吧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让一让！哎呦我的娘！老张，你这脸怎么红得跟关公似的？热死我了！这一身透汗出的，太痛快了。老人家，里头冷吗？那100文您还拿吗？小娘子，这是什么神仙衣裳？冰窖里头平常冷得直打哆嗦，可这衣裳里头竟没透进一丝风，活像揣了个小火炉。我这老寒腿在里头待了半晌，竟一点都不疼了。我的乖乖，老张这后背烫手，这衣裳神了！小娘子，这衣裳怎么卖？我天天扛冰扛货，就棉袄一吸汗就结冰，我太需要这身轻便衣裳了。苏记羽绒衣，一件只要3000银子，当场试穿，不暖和不要钱。给我来一件最大号的。好嘞。别急别急，我先来的，给我留2件，我给我兄弟也捎一件。各位排好队，别挤，货还有，穿着好，可别忘了替我苏记传传名声。赵福，那边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一帮子苦力，抢什么呢？东家，我去瞧瞧。东家是个叫苏锦的妇人，在卖一种油布做的单衣，说比咱家的棉袄还暖和，一件要3000银子呢。油布，简直胡闹！那不透气的破布做出来的衣裳也敢卖3000？东家，您摸摸这衣裳，
轻的邪乎，里头不知塞了什么，软绵绵的。这手感绝不是棉花。东家，他一个小作坊能成什么气候？明儿我带几个人去卸了他的摊子。蠢货！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做事要用脑子。只要是用布做的衣裳，在这镇上，我就有法子让他1寸布也买不着。苏锦啊，你这按件计钱的法子太好了，缝一件给20文，昨晚连轴转，我挣了小100文呢。李婶，这是您的工钱，点点。李婶，只要大伙肯出力，这活管够。哎呦，比我从前接绣活挣得多了。苏锦，往后婶子这把老骨头就跟着你干了。李婶，这才哪到哪儿，只要大伙跟着我好好干，年底我让家家户户都割上几斤大糊肉，过个肥年。娘子，咱们手里的定钱单子都快上100件了，昨儿买的布全裁光了，得赶紧再去进跳子。你带上银子去孙掌柜的布行，今儿多进些，直接拉50匹布回来。成，我这就借板车去。孙掌柜，我赵某今儿把话撂这儿，你库房里所有的棉布，我按市价多加1成，全包了。赵东家，您这么大的布庄，平日里不都有固定的进货门路？怎么忽然到我这小庙来包圆了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我们东家有的是银子，乐意囤货，你卖不卖？孙掌柜，明人不说暗话，那个叫苏锦的妇人，要是来你这儿买走1寸布，往后你这布行的生意就别想做了。懂了，赵东家您放心，既然收了您的钱，就不会有货卖2家的道理。那苏锦就是搬作金山来，我也绝不卖给他1根线头。娘子，坏事了，孙掌柜不肯卖布给咱们，我跑遍了镇上另外几家布坊，全都不卖。啥？有钱都不挣？这帮卖布的脑子叫驴踢了！孙掌柜私下跟我透了底，是镇上开赵家布庄的赵东家，他把全镇的布都买空了，还放话，谁敢卖给咱们，就是跟他作对。用银钱垄断原料，直接掐断对手的命脉。这赵东家倒是个懂点门道的狠角色。娘子，没了布，咱们就做不成衣裳了。外头那么多定钱，交不上货，人家非把咱们这院子掀了不成。哟，这就是近来在镇上风头正盛的苏记作坊，够寒酸的啊。作坊不大，挣的都是辛苦钱。赵东家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哼，小娘子，你那几件油包压毛的把戏，抢了我布庄不少生意。各凭本事吃饭，老百姓觉得我的衣裳又轻又暖，自然买我的。废话少说，我今儿来是给你指条活路，这是50两银子，把你那做衣裳的法子卖给我。娘子，50两，这够咱们攒好几年了。50两，赵东家，您这算盘打得未免太响了，不卖，请回。苏锦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一镇的棉布全让我包圆了，没了料子，看你拿西北风去缝衣裳。就是，等你交不上货，那帮人来退定钱，你们一家老小就等着上街要饭吧。透风又跑绒的破棉布，我早就不稀罕用了，请慢走，不送。娘子，接下来可怎么办？没了布料，总不能卖一堆光秃秃的鸭毛吧？别慌，他还没那个本事，我早就寻好新出路了。你看城南那油布作坊正往外租库房，大冷天的急着租库房，说明作坊快撑不住了。我敢打赌，他们库房里准压着一大批卖不出去的货。油布？那玩意儿做成衣裳能穿吗？你在家安心等我的好消息。唉，
这可如何是好？几千匹油布压在库里吃灰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作坊上下的脚用都没着落了。朱掌柜这般愁眉苦脸，是发不出工资了吧？你是哪位？来我这快倒闭的破作坊做什么？我叫苏锦，是来给你送过年钱的。你库房里那批滞销的油布，我全要了。小娘子，大冬天的，你买这么多油布做什么？我自有用处。朱掌柜，你只管报个实在价。你要是真能把我这批货全包了，我按进价的1半给你，只要能让伙计们吃上口饱饭就成。不行，1半还嫌贵，小娘子真不能再低了，再低，连我现赔的本钱都不够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压你的价，按原价全数收购，付你现银。苏娘子，你这是活菩萨下凡呐！朱掌柜，咱们这是互利共赢，好料子搁错了地方是废物，用对了地方，那就是无价的宝。叫伙计们装车吧。苏姐，你怎么又拉了这么多油布回来？这布做成衣裳，捂在身上不把人闷死啊？娘子，婶子说的也在理，咱们再难也不能拿油布糊弄人啊。李婶、顾觉，油布做夏天的雨衣，它确实闷；可做冬天的防寒衣，它是再好不过。咱们的羽绒又轻又软，寻常麻布穿久了会钻毛，可这油布一根绒都钻不出来，这叫滴水不漏，寸绒不钻。更妙的是，这大雪天冷风灌不进，雪水打不湿，保暖比那破棉布强上好几倍。哎呦，还是苏锦你脑子灵光，这布滑溜溜的，还格外耐脏，绝了！这油布做冬衣竟这么合适。给我来一件！给我留一件！给我留一件！别急，我留一件。别急，别急，都有都有。东家，出邪事了！慌什么？苏锦那小作坊是不是断了布，关门卷铺盖滚蛋了？哪儿啊？他买了油布，做出来的衣裳不怕水，还不透风。眼下街上的脚夫力工全疯抢他的衣裳，咱家的棉袄一件都卖不动了。你说什么？油布？这妇人哪来的这等歪门邪道的脑子？好你个苏锦！你去寻几个嘴碎的，就说苏锦那蓝皮衣裳里头塞的全是死鸭子毛，谁穿了谁浑身起烂疮长疹子。大伙儿千万别买苏锦那蓝皮衣裳，那里头塞的是死鸭子毛。就是啊，我前儿穿了1天，夜里回家后背全起了水泡烂疮，都进药铺抓药了。那玩意儿有毒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怪不得那么臭的鸭毛，他也敢往家拉。苏锦，你个黑心肝的奸商，赶紧给我退钱！大伙别砸门！别砸门！我家这毛是用滚水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绝没用脏鸭毛。苏锦，街上都传遍了，说你家这衣裳不干净，穿了浑身起红麻子。你们两口子是想钱想疯了吧？今儿不把这3000银子退给我，我就把你家这院子搬空。大伙讲点理成不成？这衣裳我们天天缝，要真是脏的能起码子，我们这些做活的还能好端端站着？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敢跟我斗，我让你一口饭都吃不上。东家，这招可太绝了！老百姓最怕的就是不干净。这风言风语一传开，苏锦就是跳进河里，也洗不清了。在这镇上，做衣裳的规矩是我说了算。
他不守规矩，就活该关门。各位街坊，大雪天的，别在风口里干站着。谁要退钱，我苏锦今儿一文不少，全退。算你识相，扣钱。但我苏锦做买卖讲的是干净二字。今儿咱们就当着全镇人的面，把这事儿掰扯个明明白白。娘子，你别逞强，他们正在气头上，你越说，他们闹得越凶。李婶，麻烦你去借2辆板车，咱们带着大伙儿去庙会广场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有人说我苏记的衣裳是用臭水沟里的烂鸭毛做的，今儿我就在这广场上给大伙儿来一场当众验货。你摆这2口大水缸做什么？大冷天的还能变戏法不成？大伙儿看好了，这是我刚从别家铺子买来的棉衣，你们自己睁眼瞧。哎呦，这棉花怎么发黄发黑的？里头怎么还夹着碎布头和灰土？这叫黑心棉，就是收来的破布烂絮，打碎了重新塞进去的，不光不保暖，这才是真正脏透了。你们看看这水，哎呦，这水怎么一下就浑了？黑水直冒，棉絮底下全是黑泥，还沉底了。好大一股发霉的土腥味儿。这衣裳，瞧着像是赵家布庄出的。这黑心肝的，竟拿这种东西糊弄我们！现下，咱们再看看我苏记的衣裳，里头到底装的是什么？我天爷，这绒毛怎么跟雪花似的？哇，居然飘在水面上，一点都不往下沉。这水清凉的能见底，一丝臭味都没有，连个灰渣子都瞧不见。有人说我这衣裳脏，今儿我苏锦就拿实打实的行动，给大伙儿一个准信。娘子，你要做什么？那可是泡过鸭毛凉水。我苏锦做的是干干净净的良心买卖。好样的，是个实诚人。造谣的真是烂了良心，多干净的白绒，比赵家那沉底的烂棉花强了100倍。苏掌柜，方才退货的是他们，我有眼无珠，给我来2件，我穿着去干活，不退了。苏掌柜，方才是我老糊涂，听了闲话，这衣裳我要了。东家，听说官府要赶在年前给戍守北疆的500名军卒采购过冬军衣，过几日就是比选定标。500名军卒的过冬大单，这笔买卖要是吃下来，利钱起码好几百两，够把咱家今年的亏空全补上了。官府看重的是价钱，苏锦那小作坊人手根本跟不上，这块肥肉准是咱们的。哼，不就是鸭毛？苏锦做的，我也做的。传话下去，叫人去乡下给我大量收生鸭毛。先停一停。我听说官府要为北疆军卒采购500件冬衣，这单子咱们得拿下。先照我说的，把版型改一改。娘子，这版型瞧着怎么这般古怪？衣摆怎么这么短？大冷天的，腰眼不得往里灌风？这叫短打进装。手边的军卒天天要挽弓骑马，巡守站直，衣摆要是太长，一坐一蹲，前襟全堆在肚子上，窝着难受。还有这腋下得加上一块弹力拼布。哎呦，我那在边关当差的外甥天天抱怨，穿着厚棉袄，连张弓都使不上劲儿。最要紧的，袖口得加上收紧的束口。军卒摇浆开弓，风一灌进袖管，胳膊就冻僵了。有了这束口，冷风一丝灌不进。娘子，你这哪是做衣裳，是在琢磨衣裳。这500件的大单，我吃定了。东家，山下收的生鸭毛拉回来了。东家，这毛上带着血水和鸭油，实在太腥气了。废什么话！喷点香料压一压，
再包进布里，谁还闻得出来？可这上头还沾着鸭粪呢。你是傻子吗？冲一冲不就得了？这也要我教？可这硬毛梗子跟钢针似的，全往外扎，扎破布就露出来了。哼，戍边的糙汉子，皮糙肉厚，扎2下能死啊？都给我听好了，照着苏锦卖的那衣裳样子，连夜给我赶制一批出来。这500件过冬军衣是要发给戍守北疆的军卒的。北疆那地界滴水成冰，军衣必得厚实，还得保暖流落。苏记作坊还有咱们镇上最大的赵家布庄，2家把你们备好的样衣和报价都呈上来吧。周大人，您先看我们赵家布庄出的新款防寒大衣，里头用的是上好鸭毛，外头包的是透气棉布，绝对扎实。这衣裳摸着倒是不沉，只是这报价……周大人，为着体恤北疆将士，我赵某今儿大出血。这件鸭毛军衣，我给衙门一口价，1500一件。1500？老赵，你这价钱可比往年的厚棉袄还便宜1大折啊！我们是大作坊，原料拿的便宜，图的就是薄利多销。苏掌柜，近来你这油布衣裳在镇上很是红火，你的报价是多少？周大人，苏记定制款戍族羽绒衣，一口价3000银子一件。3000？苏锦，你那油布包点鸭毛也敢要3000？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苏掌柜，你这价钱确实太高了，衙门拨的银钱有限。我看赵掌柜这衣裳虽说摸着糙了点，可1500的价实在有诚意。一分价钱一分货，果然为了省成本，这里布没用防钻绒的料子，连脱脂洗毛这步都给省了。生鸭毛的油脂血水味全捂在里头了，只要一暖和起来。你乱摸什么？比不过价钱就想使坏？大人，衣裳好不好摆在桌上是看不出来的。咱们的军卒巡守歇脚，也常在烧着炭火的营房里待着。赵掌柜既对自家衣裳这般有信心，我提议，请大人把这堂上的炭火、地笼都烧到最旺，让外头候着的那10几位军兵进来，分别穿上咱们2家的衣裳，在这暖烘烘的屋里坐上半个时辰，谁的衣裳能让军人们满意，这大单就归谁。赵掌柜，敢不敢？有什么不敢？我大作坊出的货，还怕试穿？试就是。好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，把炭火地笼都给我烧到最旺，叫军卒们进来试衣裳。大人，这衣裳确实比往年的大要轻省些，就是这布面摸着有点拉手。秦队正，这可是上好棉布，耐磨耐造，才1500一件，您就踏实穿着吧。咦，这屋里是有死耗子烂在地缝里了吗？怎么忽然一股子腥臭味儿？不对劲儿，这味儿是从我身上飘出来的，跟那夏天臭了10天的死鱼一样，熏死个人。赵掌柜，你这衣裳里到底塞的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大的腥臭味儿？不能够啊！这都是上好鸭毛，我明明叫工人放了香料进去。鸭毛长在活禽身上，根部带着天然的油脂和皮下血水，不经过强攻、高温、脱脂，你放再多香料也盖不住腥臭。赵掌柜，你为了把价钱压到1500，连洗毛这道最要紧的工序都给省了吧？这会子炭火一烤，血水油脂全发酵了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们大作坊的手艺哪轮得到你来教训？这衣裳里头藏针了吗？
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扎死我了！我脖子上全划出红道子了。赵掌柜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衣裳到底怎么回事？秦队正先别脱啊，这许是新布料，有点硬。你自己睁眼看看，这叫布料硬。这薄薄一层布，根本挡不住里头的硬毛梗。你这是给戍边将士做军衣，还是做刑具？赵掌柜，你拿这种垃圾来糊弄朝廷，糊弄将士，你的良心是叫狗吃了吗？大人，您听我解释，这真是个意外。我这就回去让工人换上棉布重做，价钱我还能再降一文。带着你这堆破烂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衙门往后绝不采卖你赵家，哪怕一根线头。秦队正方才受罪了，您再试试我这件。苏掌柜，你这也是鸭毛做的吧？我可不敢穿啊。您先低头闻一闻，要是有半点臭味，我苏锦立马掉头就走。咦，这不光没臭味儿，怎么还有股淡淡的皂角清香？方才赵掌柜用的是生毛，我这是经过草木灰皂桥脱脂洗得雪白的纯绒，里头我还加了一层密实的防钻绒里配。您瞧瞧，扎不扎人？嚯，这衣裳滑溜溜的，穿在身上软和得很，一点都不扎。秦队正，你坐到凳上，比划比划平日开工勒浆的架势，看看这衣摆窝不窝肚子。大人，这衣裳绝了，肚子这块一点都不堆着，还有这胳肢窝，我胳膊怎么抡都扯不着后背，太得劲儿了。大人您看，苏掌柜这衣裳袖口还带束口的，咱们勒马迎风，咱们医治边风，风都灌不进袖管里。秦队正，在这暖屋里待了这半晌，捂汗吗？透不透气？大人，热是肯定热的，里头跟生了火炉似的。可奇就奇在这衣裳竟不闷汗，这是我这辈子穿过最舒坦的当差衣裳。苏掌柜，我如今明白了，3000银子买这一件，我们衙门是赚大了。周大人，还是那句话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我们挣的是手艺的钱，不是偷工减料的黑心钱。不必多说了，500件华东军衣，全是你们苏记作坊的单子，我这就签契。太好了，今年戍守北疆，弟兄们再不用受冻遭罪了。大人，这契您不能签，你千万别叫他给骗了。赵掌柜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来人！大人，我的衣裳是栽了，可他苏锦不过是个在破院子里踩缝机的妇人，500件军衣呀。他家就那么几台破缝机，全家老小没日没夜的踩，一天撑死做几十件。您可别忘了，北疆那边军务催得紧，3日后运军衣的车队就得开拔，3日内交出500件的军衣，他这是在吹牛。到时候交不出货，误了朝廷的军务调度。大人，这个责任他担得起，您担得起吗？苏掌柜，赵掌柜虽说办事不地道，可他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口说无凭，白纸黑字最管用。周大人，3日后清晨，我苏锦若在衙门交不出500件成衣，我自愿双倍赔偿衙门一切军务损失。苏锦，定标怎么样了？单子拿下来了吗？拿下了，500件，戍兵定制款，预付的定银午后就送到。我的老天爷，500件！苏锦，你可真有本事！
连官府的大单都能抢下来。3日，娘子，你疯了！3日后清晨就要交货，咱们满打满算才4个人，累死也做不完500件啊！哎呦喂，这平日里一个人一天撑死做3件衣裳，3日干500件，咱们这是接了个催命符啊！3个人从头做到尾的老法子，就算神仙也做不完。所以今儿咱们要彻底改个章程。怎么改，娘子？这要是交不上货，可是要赔双倍违约银的。相信我，李婶，麻烦你去趟村里，把闲在家里的妇人全给我叫来，我要大量招人。苏锦，叫来有啥用？他们里头大半都不会针线，连缝个直边都未必利索。不必他们会缝衣裳，我要把做一件衣裳这复杂活计彻底拆成几道最简单的工序。头一组手里只拿剪子，旁的什么都不干，专照着纸样裁油布，这叫裁布岗。第二组守着大锅，专仿用草木灰造桥洗毛烘干，这叫脱脂岗。第三组只管把烘干的羽绒按分量塞进衣裳的格子里，捏紧口递给下一个人，这叫冲绒岗。第四组坐在缝机前，不管裁布也不管塞绒，拿到布料只管埋头缝直线，这叫缝合岗。娘子，这叫什么法子？衣裳还能这么大卸八块的做？这叫流水作业法，每人只重复一个最简单的动作，不必动脑子，半刻钟就能上手，出活的快慢比从前能翻10倍不止。苏掌柜，听李婶说你急着招人，连不会针线的都要，这工钱怎么算？各位大姐，从今儿起，咱们按件计钱，多劳多得，上不封顶。只要大伙儿齐心，3日内做完这500件大单，我苏锦当场给每人另赏1两过节银。我的亲娘，1两的赏银，这抵得上从前1个月的工钱了。大伙儿还愣着干啥？为了这1两赏银，拼了！洗毛的去后院，拿剪子的坐左边，都动起来！娘子，头1日过去了，咱们竟做出了100多件，这就叫熟能生巧。大伙儿的手越来越利落了，第2日的速度还会成倍的往上翻。去，给大伙儿把肉包子、热汤都端上。不仅懂生产，更懂人心，绝不能亏了大家的肚子。成了，娘子，500件全部完工了，咱们做到了。哎呦，累死我这把老骨头了！可瞧着这一堆货，心里头真叫一个痛快。大伙儿辛苦了，这是工钱，还有那1两赏银，一会儿一文不少，都发下去。苏掌柜，坏了，出大事了！老哥，怎么回事？我雇的大车呢？怎么没赶进来装货？进不来了。外头忽然下起10年难遇的大暴雪，出山进城那条唯一的山道被齐腰深的鲜血死死封住了。什么？大雪封山了？那咱们这500件货怎么运到衙门们去？去不了，我那骡车的轮子在雪地里直打滑，连村口都出不去。天爷呀！咱们辛辛苦苦熬了3个通宵的货，难道要砸在手里？没指望了，眼下离交货剩不到半日了，别说大车，就是牛车也拉不过去。好你个老天，偏在这时候给赵东家续命！娘子，咱们认命吧。
我苏锦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认命这2个字。车马走不了，咱们就想旁的办法，就是用爬的。我也要把这500件衣裳按时送到大人面前。大雪封了车马的路，可封不住咱们的2条腿。小五，苏姐，我在。你说怎么办？你带上人，把村里能拉货的独轮车、雪橇、扁担全给我凑齐了。娘子，你疯了！外头滴水成冰，积雪齐腰，你叫人力拉货，这20里走到城里，人会冻死在半道上的。冻不死，有咱们自己亲手做的这批衣裳，别说滴水成冰，就是冰山，咱们也能趟过去。小五，去村里喊人，但凡年轻力壮的后生，今夜跟我组成风雪送货队的，一人发1件崭新的羽绒衣，另给5钱银子的跑腿钱。5钱？苏姐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叫弟兄们。弟兄们，把这500件货10件一捆，死死绑在独轮车和雪橇上。苏姐，这雪太大了，轮子根本转不动啊！轮子根本转不动啊！轮子转不动，就用肩膀扛，用手推。咱们送的不是货，是咱们苏记的命脉和信誉。出发！苏姐，邪门了！外头风刮得这么凶，我身上竟直冒汗。咱们这衣裳外层是密实的方风油布，里头是锁温的脱脂羽绒，只要你一动起来，热气就全憋在里头，绝冻不着。弟兄们，这衣裳神了！咱们一鼓作气推到城里去。还差1刻就到时辰了。秦队正，这场罕见的大暴雪把路都封死了，苏锦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过来。大人，这不能怪苏掌柜，老天不长眼，连咱衙门的车都开不出去，他一个小作坊能有什么法子？没法子，我们这边也得准时开播。传令下去，先去赵掌柜那儿调几百件厚棉袄，凑合着发吧。大人，您听，苏记风雪送货队准时送达。苏记500件驻足定制羽绒衣，1件不少，准时交货。掌柜，你们是推着独轮车从村里翻雪走来的？大雪封山，车马不通，我就用2条腿走，信誉大过天。我苏锦签了字的气，老天爷也拦不住。我的娘，小娘子，你们推着车走了1谢，身上就穿这么1件单薄衣裳，没冻坏吧？秦队长，苏姐设计的这衣裳神了，防风锁温，我们一路汗流浃背，一点都没觉着冷。好，好一个信誉大过天，好一件神仙保命衣。苏掌柜，你这块金字招牌，在我们衙门算是彻底立住了。秦队正，快叫人卸货发衣裳，再传话账房，今儿就把苏记锅坊的尾款全部结清，往后军中的冬衣单子全交苏掌柜。赵东家，王八蛋，快滚出来，还我们3个月的血汗钱！刘东宝，你造的那些臭鸭毛衣裳全叫人退了回来，如今作坊也黄了。东家，顶不住了，门都要叫人砸烂了，副行的来催账，棉商的也来要债，咱们彻底完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定标惨败，连往年囤的笨重棉衣也1件卖不出去。我风光了半辈子，到头来竟叫一个收破鸭毛的妇人打得倾家荡产，与其叫债主活活逼死，不如一了百了。
苏锦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对不对？你赢了，你是来看我怎么死的，是不是？赵东家，寻短见解决不了这堆烂账，只会留下孤儿寡母替你还债。你先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全资收购契。我按市价全资收购你赵家布庄的铺面地产。你要买我的作坊，可我外头还欠着工人50两公金，还有布商30两的布款呀。欠工人的血汗钱，我苏锦替你发；你欠外头的死债，我苏记替你平。苏掌柜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先前雇人断你的布，我还造你的谣，我那么害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拉我一把？商场如战场，各凭手段，我没空记仇。赵东家，你虽不懂手艺，又急功近利，可你是这镇上头一个开启大作坊的人。我懂手艺，我能打开各州府的销路，可你懂这几百号工人的脾性，你懂怎么打理一个大作坊的日常。苏记作坊马上就要全面扩建，我正缺一个有经验的总管事。过去的事翻篇了，往后跟着我干，保你全家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干！苏掌柜，你这份气量，我赵某8辈子也赶不上。就冲你今日保全我一家老小性命的这份恩情，我赵某这条命，往后就交给你了。你叫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去楼下安抚工人吧。是。苏记作坊今儿就结清欠薪，明日照常开工。多谢苏掌柜，保住了咱们这几百口子的饭碗。往后大伙跟着苏掌柜往死里干！都给我听好了，眼下这作坊叫苏记作坊，全县改用苏掌柜教的流水作业法。谁要敢在脱脂这道工序上偷懒少洗一遍，老子第一个撵他出去。赵管事，您就放心吧，有您盯着，加上苏掌柜的蓟县赏钱，大伙这逢鸡采的都快冒火星子了。账目都理清了，咱们这流水作业法一开，周边乡里养鹅养鸭的农户全叫咱们带动起来了，鹅毛鸭毛供不应求，还有林州布商的长期供货契约也签下来了。这只是一条带着乡亲共同富裕的产业的雏形。苏掌柜，1个月前我还在算计怎么断你的布，做梦也想不到，今日我会站在这儿，心甘情愿替你管着这几百号人。您这以德报怨的气量，我是彻底服了。赵管事，这天下的公寒之地何其多，只要咱们手握过硬的手艺，守住实打实的信誉，咱们苏记的羽绒衣终有一日要暖遍9州，送进家家户户的衣箱里去。